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闹剧，不就是毛泽东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为了自己跟白区党头子刘少奇争权，利用和煽动学生互相打斗、互相杀戮，造下的这个累累血债。今天跟大家聊聊宋耀武，就是宋彬彬，又名宋妍，他的名字很多。他是谁？为什么今天要谈他？因为我生在部队大院，长在部队大院，又赶上文革的尾声。1975年出生，1976年文革结束。我记事早啊，而且这个军队院里边文革余孽很多啊。讲宋彬彬之前，先杂挂一下自己，因为宋彬彬这个宋家，宋任穷家里边，他东北局的嘛，大家知道我跟东北的渊源很深，砸的轻点就是先砸自己。比如说我就是个文革余孽，大家知道吗？我叫王吉洲，但你们知道我原名是啥呢？原名叫王继洲，继承周恩来。你说这傻逼不傻逼？我爸这个老红卫兵给我起这名，就是不叫王文革，哎呀，叫王文革更他妈丢人了。结果呢，我爸还挺贼，林彪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抓住了。这个王老头呢，当时在军队就发现这个中国共产党不靠谱，今天还他妈跟着的路线，明天就能给你来个180度大倒车。所以王老头呢，赶紧把我这个王继洲啊，我原名啊，继承周恩来的遗志，改名为王吉洲，字儿改了，音基本上没改。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我的小伙伴里有继东，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他要继承谁，叫陈继东。他爸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爸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继东的爸爸把陈继东改名为陈东。大家看我这个年龄段叫什么东的，这帮人基本上都叫什么继东、继红、继林，这全是王继毛也好，那没有叫王继毛了啊。台湾的这些观众朋友，您可能不知道，你们想想眷村的那个封闭劲儿，再加上10倍，基本上就是大陆国共一家亲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讲文革余孽有多可怕。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头子宋彬彬在美国去世，终年77岁，亦算是善终。宋任穷之子宋可荒向朋友圈发出讣告，就是宋彬彬从医院回到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安静去世，走完了77岁的一生。1980年，宋彬彬移民美国。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1980年基本上是第一波移民的。1979年改革开放，到了美国之后，为掩人耳目，抹去他的历史，改名为宋妍。我们为什么管他叫宋耀武？为什么说他是首席女红卫兵呢？是因为1966年8月18号，就是那个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宋彬彬同志作为北京首都女中学生红卫兵代表，给毛主席献，不是哈达，也不是花，是红胳膊箍啊，红卫兵胳膊箍给毛主席戴上了。在天安门城楼上跟宋彬彬握着手，毛主席问他：“肖同学，你爸爸是谁呀？是哪个？”我爸爸是宋任穷，我是宋任穷的闺女，开国上将宋任穷。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东北局第一书记，那是正儿八经的高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不要搞这个文斗，要搞武斗。我看呀，你改个名字叫宋耀武吧。从此宋彬彬就改名为宋耀武，要武斗，不要文斗。当天官媒《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耀武的文章，就是他自己写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随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宋耀武8月18号。真土啊，跟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比宋耀武同志小20岁嘛。1966年我还没出生呢，或者我刚被斗死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不知道啊。等我有记忆或者有阅读能力的时候，基本上1986年了，20年以后了。所以1966年的事儿，我也是后来人。宋彬彬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代名词。为什么这个人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呢？
还不完全是因为他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成为毛主席改名的第一位红卫兵女战士，首席红卫兵，这是只占一半。还有一半呢，就是他参与了一件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就是恶行。据说宋耀武参与打死了他们学校的卞仲云校长。卞校长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校长，那个时候没有校长，只有副校长，他是党委书记加副校长，实际上是一把手。8月5号，红卫兵把他给打死了。就看这些细节，你就能感觉到恐惧。这个是个疯狗乱咬的时代。卞仲云是不是一个国民党啊，或者一个资本家呀？不是，卞仲云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校长。1966年8月5号被打死，1949年他就当了校长。就是共产党拿下北京，傅作义投降之后，卞仲云就作为共产党的代表知识分子，接收大员，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担任校领导，一直到他当校长被打死，干了17年。也就是说，卞仲云本身也是共产党。这个卞仲云是什么人呢？我给大家做了一段小笔记。卞仲云是安徽无为县人，1916年出生的，1945年大学毕业，考大学的同时就赤化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个老共产党，这个卞仲云。1949年占领北京之后呢，进入北师大附中，那个时候不是校长，刚进去的时候好像是教务委员，一直干到校长。他被打死那一天，他已经在这个中学工作了17年了，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而他本人也是个母亲，他有1子3女。北师大校长一把手，那是一般人吗？江青认识他，找他走后门。她的丈夫叫王京尧，他的大学的同学，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一起进北京。王京尧是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是个研究员，是个典型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家庭。而且子女长得非常漂亮，非常周正，男孩女孩这是就相貌堂堂啊。本是呢良善的家庭，就因为赶上他妈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就被打死了。为什么卞仲云老师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3号被打死，这事儿要载入史册呢？因为卞校长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也是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红卫兵打死卞校长之后，没有受到处分，无形中刺激和点燃了那些小粉红，就是这些年轻人嗜血的一面，革命的一面，烧红了他们大脑。据不完全统计，自卞仲云老师之后，北京市的大中小学学生打死，不是打伤啊，是打死教员和校长上百人，据说是150多人，后来都有统计。这是北京市啊，全国呢就不可计数，没有人统计。可以说卞仲云老师被打死的过程呢非常的凄惨。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啊，为什么是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牛逼学校，北京最好的学校，为什么是这样的好学校先把校长打死？难道不应该是最烂的那些中学打死老师吗？你不能理解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真正的原因是这所中学是皇家女子中学，一半学生是共产党大官的孩子，父亲母亲你们都得罪不起。最著名的2个校友，一个叫李娜，一个叫李敏，是毛泽东的闺女，比宋任穷的闺女大，所以也正是卞仲云送到大学的。江青之所以跟卞仲云这么熟，就是因为卞仲云开家长座谈会，江青去的。你说这个学校牛逼不牛逼？江青找卞仲云托关系，让卞仲云做毛泽东女儿的工作，因为毛泽东想让他女儿学历史系，而当时科技热，想学科技。卞仲云老师给他闺女洗脑 PUA， 最后上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么一个牛逼的人，那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刘婷婷是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一3班的学生，打死卞仲云的时候是1966年，她是初中部的，上初中。
宋彬彬是宋任穷的闺女，1966届的高三3班的学生，高三的嘛，大学姐。她呢是学生会主席，她动的手，或者说带人动的手。还有谁？我给你念念：邓小平的女儿邓蓉，那个时间正在上初中部，跟那个刘婷婷、宋彬彬、邓蓉，这都是校学生会的骨干。邓蓉和刘婷婷据说也是把卞仲云校长送到邮电医院的学生干部，而且在邮电医院各种指挥跟家属谈判，那个人就叫邓蓉。卞老师呢身体最不好，岁数可能也最大，还是女的，乒铃乓啷就先给干倒了。干倒了之后呢，放到了这个小推车里，然后给拉到这个女生宿舍，就接着干，还据说还把头摁到了厕所里，灌了屎尿。打完了之后呢，浑身是伤，又用军训的那个木枪怼他一堆女生怼他，用木枪打他。实际上什么叫怼他，就是拿那个木枪很粗的大棍子，跟锹把一样打他。他不是被拳脚打死的，拳脚女生打不死人，是被木枪这种东西等于锹把吧，劈头盖脸一顿乱棒给干死了。打死之后，这些女孩子们还把她放到手推车里，推到对面的邮电医院门口，还不把她往邮电医院里边急诊送。为什么呢？说大白天的下午打死人的话呢，影响不好。这话是谁说的呢？他们狗咬狗，后来就是据说是邓蓉说的。邓蓉说这个咱们等等天黑了再送过去。据说我也没证据，他们每个人都喜欢写回忆录，就把事儿往对方身上推嘛，网上都能查出来。送去邮电医院就是人都凉了，还怕别人看见，拿席子盖着，拿出死亡报告，通知家属来认领尸体。邓蓉呢就坚决让邮电医院做一个尸检，证明是心脏病死的，不是打死的。你看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你要是尸检是打死的，这事儿就有刑事责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还没砸烂公检法的公安局抓他，至少他爸就是邓小平，他也会有麻烦呀。但是如果你要是心脏病死的，你跟我没关系了，革命小枪劈动你，你自己受不了，你死了。但是呢，她的丈夫王京尧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反对尸体解剖，因为他知道尸体一旦解剖，必然生成心脏病报告，那这个事儿就变成历史奇冤，他坚决反对。邮电医院呢也不敢就是胡来，医生毕竟可能有良知，就写了个死因不明。所以卞仲云老师直到今天，他的死亡原因叫死因不明。中国共产党黑暗的时代，这么明显的死因，拿木头枪打得浑身都是血，然后死因不明。到今天真相不能大白。2014年，宋彬彬从美国回到北师大女附中，就是今天的北师大附中，在卞仲云老师校长的铜像底下念自己的书面道歉信，为自己的荒唐与这个错误诚恳地向逝者及逝者的家属道歉。我记得是冬天春节前后，他去道歉。卞家的家属随即发表书面声明，在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很多人可能奇怪，说王京尧王先生和卞老师的子女们是不是不能咽下这口私人恩怨而不接受？错，这事就像战争伤亡一样，他为什么不接受他的道歉？是因为王家人很清楚，打死卞老师的不是宋彬彬，或者至少不是宋彬彬一个人。宋彬彬在这里边道歉，如果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真正的凶手反而会永远的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真正的凶手很可能有邓蓉一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重要的一个信息。没有证据，但是邓蓉当时的位置，学生领袖，造反派的三巨头之一，宋彬彬、邓蓉、刘婷婷。所以宋彬彬第一个良心发现，一定要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个道歉信做到位。至于别人，他不能管别人，因为别人都位高权重，他也不敢说。但是他把自己罪行解决清楚，而卞家不接受，正是因为你这个罪行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只是一部分，不是真相的全部，甚至是真相的一角，绝不能
因为你这个管中窥豹而不见全豹，所以卞家人、王家人不接受这个道歉是正确的。今天首席女红卫兵忏悔了，去世了，但是男红卫兵当时的小鼻涕弟，今天的首席还在作妖，还搞出了前50年和后50年不能否定的这种谬论，不提文革的这种可怕、疯狗乱咬的时代，勇敢地向着文革2.0时代进发，这是我们今天中华大地上的悲哀。我记得当年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特别的有触动，因为卞仲云校长那个尸体就被打死的那个尸体，他是有照片的。他们家的孩子带着小白花，同时又带着红胳膊箍站在尸体前，4个孩子大小个排开，悲哀悲痛这种表情，特别的打动人心。我当时就想，谁给他拍的这个照片呢？后来我才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2006年这个故事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是卞仲云校长的丈夫王京尧研究员从社科院工作单位收到通知，说自己老婆出事了，那个尸体在邮电医院停尸间里。他第一反应，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虽然是个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他当时就跑到北京西单买了一台相机。大家知道那个年代一台照相机那不是你老百姓能买得了的东西，或者很少，他倾家荡产要买一台照相机。当天晚上趁着这个尸体还在，就拍下了那一组纪念照片，就是要留个证据啊。所以这个老公非常牛逼啊。他小女儿后来回忆，就是每天晚上他就听见父亲咬牙切齿，早晨起来看，那个时候北京热呀，夏天嘛，父亲的床上凉席的席子边全咬烂了，就是他那个气和恨把那个席子全咬烂了，对妻子的爱转化为恨，咬烂了席子边，但是又不敢说啊，因为造反派还在上边兴风作浪，还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还他妈的上人民日报。之后呢，又把妻子遇难时的遗物全都保留下来，主要是沾满血迹的衣裤，用黑墨在身上写的打倒什么什么的这个侮辱性的衬衣，还有沾满了粪便的裤子，因为已经打的和往他身上侮辱他泼的那个屎尿都给他留着，还有被打变形的手表的表链全都给他留好作为遗物。钢表啊，钢链子打的变形了，多狠啊！这些女孩子，那个手表的指针停留在下午3点40分，1966年8月5号3点40分左右。王京尧先生在自己家的一个衣柜里边永远锁着，打开柜子里边是他老婆的遗像和这些遗物，一直保存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那一天才打开。这就是民间抵抗力量还是存在的。王京尧先生并没有像洼地费拉一样逆来顺受，他留在心里，恨在心里，记在心里。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不停的告公安部、高检，不停的告，一定要抓这个打死卞校长的幕后凶手。但是呢，一直有一只无形的大手阻碍着真相的揭开。我不相信这个无形的大手是宋彬彬能做到的，因为宋任穷官而不至此，刘少奇就更 out 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参与这件事情，并且在北京邮电学院跟王京尧谈判做尸体解剖的人就是邓家的闺女。那么很可能这个阻力就是来源于此，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荒唐。你看宋彬彬包括邓家的孩子都是受害人。为什么说狗咬狗的疯狗乱咬的时代呢？就是这些疯狗都是受害人。因为邓家的儿子大家知道吧，邓家的儿子就在清华大学被从楼上推下去，摔成了高位截瘫，后边才成了残联主席。邓普方以前是很健康的，就是因为他爹被打倒，他也瞬间就从红卫兵变成了被红卫兵收拾的这个坏分子。有人说是他跳的楼，有人说是推下去的。无论如何，就是邓普方也受这么大的课。这说句不好听，这是命大摔个高位截瘫，命不大不就摔死了吗？没有好下场。疯狗互咬，没有人在这个里边是赢家，只有一个人，只有这个独夫民贼一个人是赢家。
除了他之外，人人都是被利用的疯狗，而且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表现奴性十足。奴性十足的同时又恶性十足，把人类骨子里内心深处的那个恶的一面简直就是完全放出来。如果说地狱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概念的话，文革就是那个样子。居然现在黑不提白不提，什么前50年后50年不能互相否定了。你说这个国家，这个男红卫兵可恶不可恶啊？太可恶了。2008年、2010年的中国没有那么强的社会戾气，大家还觉得明天会更好。现在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股子气，无名之火，只要你把这个火星放进来，就是一场爆炸，没有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也解释了刚才百道汇那教授问我的观点，就是芳华二创你怎么解释？我看了，所谓方学啊，就是为文革翻案。这个芳华二创赤裸裸的胡说八道，就事论事，任何理性分析在文革的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那是一个失去理性的年代，他假装恢复理性，给王洪文翻案啊，不理解王洪文，然后理解王洪文，成为王洪文。实际上是什么？因为社会戾气太重了，大家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有2个方向去呲开。往上呲就是民主、法治、社会进步的动力，往下呲就是张献忠2次文革的动力。为什么毛泽东得到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支持？不是因为毛泽东那个时代有仁政有德政，不是，而是因为他借毛泽东之口行对现在领导人不满之实，这才是芳华二创的本质。芳华是严歌苓写的，那你问过原作者的感受吗？如果我没弄错，严歌苓现在在日本啊，他也润了。你问问严老师，说严歌苓老师，您写芳华是在为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找注脚找理由吗？我操，严歌苓一个大嘴巴子给你搂过去，什么玩意儿？那个东西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要二创？因为我对现实不满。哎，你不是发动文革吗？我就是对你不满。我操，你发动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老王，你远离人民太久了，哈哈，好吧，我远离暴民太久了。你把那个人字改成暴，轻佻任性，就是红卫兵嘛。哎，说实话，国内很多人在希望2次文革，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前半句往上呲是民主法治、社会进步，往下呲是遍地张献忠2次文革。我告诉你，话我给你撂这儿，一定会往下呲的，不会得匹上的。我现在之所以特别的揪心，就是那个方学、芳华二创啊，这些特别揪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老百姓有气要出气，这出气啊，全他妈是烧杀抢掠，天下大乱，是坚决反对大洪水。因为洪水之下都是冤魂啊，玄学的那个业力回弹是很厉害的，最好是博爱。我跟你们讲啊，我一定要送给大家4个字，就是高尚严重。郑孝胥同志那4个字，高尚不用说了，高尚人格，严重严谨稳重。整个国民性一定要往高尚严重这4个字上去发展，而远离轻佻任性。现在轻佻任性啊，就是那个，他就是轻佻任性，没办法，真是没办法。好嘞，再见啊，再见！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